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。今天我们来做轻奶酪蛋糕。倒一点温水，放在烤箱的下层预热烤箱。分蛋，烧热一点水，水开之后火调到最小。牛奶、黄油和奶油奶酪，加热搅拌均匀就可以离火了。放入蛋黄，你看现在盆子里这个材料是不是跟我们做蛋黄酱的那个材料差不多？水、油和蛋黄。这里其实是一个乳化的过程，乳化的彻底可以帮助你减少水油分离而产生蛋糕分层的可能性。反正一会儿要打发蛋白，所以我用这个手动的打蛋器把它打2到3分钟。在这里呢，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发蛋黄，而是让它乳化更加彻底。筛入面粉，这个面粉的用量只有戚风蛋糕面粉用量的1半，但是水和油的总重量却比戚风蛋糕多了很多，所以呢，这个蛋糕对蛋白的打发比戚风要求更高一些。拌入面粉之后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这个稀稠程度和前面戚风蛋糕的蛋黄糊差不多。现在来打发蛋白，放一点白醋。大气泡出来之后呢，分次加入白糖，在到达湿性发泡之前把白糖放完。打到湿性发泡之后呢，再稍微打一会儿，在到达干性发泡之前停止。这个是偏干一点的湿性发泡。等一会儿给大家看一看湿性发泡和干性发泡烤出来的内部结构。分3次混合。蛋黄糊和蛋白霜稀稠程度差不多的时候呢，是比较容易搅拌的，也很快就容易搅拌均匀。这是一个7寸的烤盘，垫一张纸。铝箔纸盖一个帽子，放入烤箱，调低温度烤1个小时。1个小时之后呢，取出铝箔纸，再烤20分钟。最后打开烤箱的烤制功能，2到3分钟上色。出来之后呢，别忘了震一下，侧着放凉。中间给它倒几次方向，用小刀分离侧面。然后把蛋糕取出来，切开看一下内部结构。轻奶酪蛋糕基本上还有制作戚风的所有材料，而在这个基础上呢，还加了一大块的奶油奶酪。戚风蛋糕本身已经很好吃了，你想想看，在这个戚风蛋糕香甜绵软的口感上面，又增加了一层回味悠长的奶酪醇香，它会是什么样的滋味？给大家看一看打到湿性发泡烤出来是什么样子啊？烤箱里的第1个阶段就发得比较高了。发的高呢，就会回缩的稍微厉害一些。放凉之后呢，你看这个侧面已经完全脱开烤盘了。蛋糕本身非常湿润，你看它还可以来回的晃动。内部结构也不错，好像更柔软一些。
这个也是湿性发泡的蛋糕，唯独升高了烤箱温度时华氏度，膨胀的更大一点。放凉之后呢，表面也回缩了，出现了皱纹，但是内部结构还是不错的。所以你看，湿性发泡也是完全可以的，会稍微回缩一些，但是呢，同时它更加柔软。唯独你不要打到干性发泡，搅面糊的时候已经出现问题了，一坨一坨的很难搅拌均匀。最后终于搅拌均匀了，但是也消了很多气泡。这个蛋糕放凉之后呢，中间微微的鼓起，切开之后你就知道原因了。中间下层的这个部位呢，实际上是蛋糕最后受热的地方。它在烤箱预热定型之前呢，这个气泡比较轻，它已经浮上去了，而水比较沉，是向下走，就形成了死面层。蛋白打发过度会出现这个问题。同样呢，蛋白打发严重不到位，或者是烤箱的温度不够，都会出现分层的问题。如果是整个蛋糕分层的话，那么这几个问题有可能是同时存在的。从蛋黄酱的乳化概念开始，到戚风蛋糕的蛋白打发，再到巧克力戚风的水浴法，我们循序渐进，一步一步做到今天的轻奶酪蛋糕。相信大家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操作下来，一定会烤出令自己满意的蛋糕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高姐，我们下集再见。